Hello， 我是那個大叔，很高興你來到我的遊戲頻道。今天繼續帶來全軍破敵戰錘3的對戰影片。看到這一台沒有錯，這一次使用是帝國。這一次只是想說玩玩看這個單位，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機會玩到，就是突然看到，突然想玩，沒有其他理由。然後簡單介紹一下我方的陣營哦，前面就是一堆這種單位，永不潰散。鞭笞者就是看中他的永不潰散，適合拖台前。然後後面這一排就是長戟兵，也算是用來拖台前就對，就是扛線單位。然後後面就是女巫之錘精英版本，然後還有這個時代的奇蹟，它造價非常昂貴，所以想說玩玩看好不好玩。至於領主使用是大工程師，然後搭配上蒸汽坦克，就是也是搭配遠程的效果，讓我方有3個炮兵的概念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高精靈吧。高精靈這邊長矛兵、銀甲衛士、長矛兵，總共這邊有4個隊伍。那弓箭手總共4隊，1隊的阿瓦隆姐妹，這邊有1隊長矛兵。阿瓦隆姐妹真的算是高精靈裡面的非常精英的輸出单位，非常的可怕，打人很痛。那這邊還有1隊鷹爪弩炮，那這邊有一個雙星鳳凰。雙星鳳凰它主要是有這個詛咒的被動，可以降敵方這些能力，降速度啊，然後武器基本威力、近戰攻擊力，還有破甲傷害都會被削減，其實是削減掉蠻多能力的。它很適合站在旁邊幫忙打氣加油的那種單位。然後這邊看一下，然後出的是艾薩里昂，我蠻少用到這個單位的。然後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不一樣的技能是這個，等於說是一個全面性射擊啊，而且它是100%破甲，這個傷害其實算一算應該是非常可怕。等等看一下，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是法師生命系的，帶的是大地之血還有再生術，這個蠻喜歡用的，這2招其實蠻好用的。然後剩下其實帶的都差不多，只是它是走路。我不太喜歡法師走路，因為走路其實蠻危險的。那這邊看一下這一隊戰獅，不要小看他，這個單位其實蠻可怕的。我吃過幾次虧，這個不要看起來好像是單純的干擾性質，其實他的攻擊輸出也是蠻高的，被他咬到也真的不是開玩笑的。好，我們來開始進入決鬥吧。那剛開始呢，我方有着遠程優勢，所以先點對方的鷹爪弩炮，看看能不能先點掉。只要把對方的炮兵單位給殲滅，它一定就會移動了。然後移動過程當中，一定又會再被我方不斷的攻擊。不過我覺得為什麼打着前面的長矛兵要沒啦？鷹爪弩炮剩下1挺，基本上1挺你就沒有跟人家講話的空間了，你就是一定要強制往前走了。這個長矛兵不知道為什麼我打着要蒸發不見了。然後弓箭手前後算是總共出了5隊，那個5隊一輪攻擊下來應該蠻可觀的，而且我方其實一個騎兵都沒有。對方這樣子射擊應該會很開心，不過沒關係，現在距離還遠，可以不斷的先做攻擊。好，這邊阿瓦隆姐妹已經開始攻擊了，她的射程距離我記得很遙遠，她很遠就可以發動攻擊，180，算是非常可怕的攻擊距。好，這邊單位已經先貼上去了。
重點不是要重點不是要殺死对方，只要能把對方拖住就好，讓我方後面的炮兵可以不斷的輸出。這時候雙星鳳凰下來，直接撞上我方的領主哦，這撞的其實蠻痛的，哎呀！而且對方的弓箭手不斷的在攻擊我方領主。好，還有攻擊這個時代的奇蹟戰爭機器，這被打的也是很痛。然後這時候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想往前衝，因為我看到那個技能這個吧，最大力量直接往前衝，但是竟然跟我想象中不一樣，他沒辦法直接把對方給碾壓過去。我原本是想說把它當戰車來玩，結果看來我想多了，他並沒有辦法當成戰車那樣子玩。不過沒關係，我們持續往前推進。不過血量已經非常不健康，很危險，然後直接撞上阿瓦隆姐妹。好，碾過去了。但是對方看起來其實還算是可以，這血量其實還算是蠻健康的。然後再轉過來，繼續碾壓單位，把它當做戰車在玩。不過跑到樹林裡面就不是說很好玩的。就這個時候好像就是卡住动不了，他那個轉向能力真的不是很好，沒辦法，畢竟這麼大招的戰艦嘛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我們這邊看一下前面的戰況，基本上都是直接碾打。啊，雙星鳳凰直接逃走了。其實他不應該那麼早下來，看到那麼多長戟兵，正常應該是要先躲開才對。戰獅直接上來咬，但是我方的長戟兵很多啊，他也是沒辦法繼續攻擊。那就是女巫之錘還可以再繼續做轟炸作用。好，這艘戰艦又回來了，又重新回到戰場上，但是他真的卡住了，他沒辦法。直接把對方單位給碾過去了，我覺得很可惜。如果他可以像是戰車那樣子，直接把對方給碾壓過去，我覺得感覺會非常過癮。好，等等這一台會蒸發掉，順便觸發他的一個能力氣轉，嘣！對，沒有錯，他就會直接爆炸。就是會把對方很多單位直接一口氣帶走。不過它爆炸傷害其實不高，剛剛看了一下只有70，所以不用想說撞那些巨獸單位，然後會造成很大傷害，並不會。拿來像撞這種比較低階的單位，其實還算是可以。然後鳳凰剛剛過來，但是他的血量非常不健康，一下子就擄落了。那剩下的不多，不過好消息是我方的女巫之錘還在，加农炮還是可以不斷的攻擊啊！對方都已經躲到森林裡面，這個蠻討厭的。躲到森林，那就也是只能慢慢的推進了。不過我方這台大工程師，他的坦克還可以繼續攻擊，繼續做遠程攻擊，這是件好事情。這邊剩下基本上步兵就是慢慢的走過去，然後只要能貼到弓箭手，基本上弓箭手就是沒救了。高精靈的弓箭手被貼其實也是很危險，哪怕是阿王姐妹，其實更不能被貼，她非常需要她的模組質量。好，這邊貼下去。對方其實就差不多要結束，雖然說目前現在戰力條我方是占劣勢的樣子，因為目前現在看起來，其實對方的單位算是，應該說對方的單位品質算很好，所以感覺戰力條剛剛是比較高，但是弓箭手很容易被近戰打着就會消失。你看又一波這樣連上來，對方弓箭手其實是會承受不住，等等就會跑掉。
然後這邊也開始在黏對方其他的單位，盡可能的去黏住對方。然後再生树已經去給弓箭手了，啊，也是要黏法師啊，英雄單位也是要打。雖然說是法師，但是其實他打基本的攻擊也算是可以。他打出去也是很多人會直接飛出去，沒關係，我們有非常多人可以去圍剿他。基本上這樣子圍着，法師也是會死。好，現在戰力條就是慢慢的在推進哦，已經是我方優勢了，因為對方的英雄也跑了。那我們這邊看一下後面的戰況是如何。哇，這樣圍着，其實我方單位會會蒸發，模組太少了。好，但是大工程師來了，大工程師開始開火。看這個攻擊下去，其實對方會很難過哦。好，對方的士氣也招架不住。那對方其實剩下，好，這個一定是 bug 吧？因為對方的鷹爪弩靠在這邊，但是我點不到。沒關係，我們加速過去吧。這邊基本上對方也剩下沒多少單位了。對啊，法師重回戰場，但是也沒辦法。這3隊其實只要黏上去，法師就會蒸發了。我們後面直接加速帶過，這邊是產生了一些問題啊。他的單位在這邊，然後他的旗子在這邊，導致出了一些狀況。沒關係，我們加速過去，其實這已經勝負已定了。好，剛剛沒有看到艾薩里昂的攻擊哦，他一個人殲滅差不多快要100個模組，這個成績算很不錯。阿瓦隆姐妹只有斬殺8個模組，這個算是不是很好。雙星鳳凰其實不應該那麼早跳下來攻擊，它主要就是那個它的光環，它可以下降非常多能力，它很適合就是在旁邊當啦啦隊的概念，不適合跳下來打。就算要跳下來，也是要找時機，不是說是那個一開始就直接往前衝。然後這個時代的奇蹟，我覺得我用的不是很好，打起來感覺就是怪怪的，可能是我當下的使用方式吧。不過他最後死亡時候的爆炸有炸到不少東西，這我覺得算是很不錯，就蠻好玩的。但是它的造價很昂貴啊，比較沒辦法常常出，而且正常出這種單位的話，也是很容易被圍剿，可能很快就會爆炸了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內容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幫我點個讚，並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個大叔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